姐妹们，相信咱们大家都记得，今天是肖战《如梦之梦》话剧首演3周年纪念日。我是今天凌晨，然后在刷手机的时候，然后抖音有个推送，不是叫往年今日嘛？我一看，哎，正好是我当年发的，就是我们检票啊、入场的这个视频。哎呦，我一想，这也算是我见肖战的3周年。然后就从我刷到那个视频，我差不多都要凌晨3、4点才陆陆续续睡，因为那个思绪啊，瞬间就被唤醒了一样，就当时的那一幕一幕，哎呀，就像那个翻照片一样，刷刷刷刷刷刷的在翻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灯光暗下来，然后要说那个就是舞台的须知，哎呀，我就听着那个声音啊，好耳熟。但是我也是第一次看《如梦之梦》嘛，然后咱也不敢多想。我是后面就是已经快听到结尾，才觉得，哎，这是不是咱们赞哥的声音？然后等到就是开始演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就心里那个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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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呦，等到我就看到肖战出来，然后顺着那个场走的时候，就这一瞬间，我旁边那个姐妹，我们俩瞬间就抓住了手，因为我当时是比较幸运在莲花池嘛，然后我看她的角度都是这样，就从下面就这样仰着看，哎呦，她那个又高又瘦，那个大长腿啊，然后我就看到她手那个青筋都特别清晰。等到后半段，就是咱们也知道肖战比较容易出汗嘛，然后他额头就会有那个汗珠，哎呦，我都觉得那个汗珠都是香的。哎呦，我就觉得，我就现在讲起来，我的就是手上都是那个汗毛，都是特别兴奋的状态。然后他有大段的台词输出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感觉我和旁边的姐妹，我们俩那个手啊就紧紧的攥着，我也不认得他，他也不认我，但是我们就特别的默契，就知道彼此就是小飞侠，然后就在看着他，就是也是在安慰自己，然后也是在压抑自己，就是光把自己激动，然后又是在想着给台上的肖战在那个加油打气一样的。哎呦，然后我就感觉，我就光怕他说话万一磕巴了，对吧？因为第一场，而且那个台词特别的密，我就觉得比我高考还紧张，那个心啊扑棱扑棱扑棱的，我们俩手心全都出汗了。就是肖战在台上演绎5号人生，然后我和旁边的姐妹作为他的粉丝，然后站在台上当观众，然后看他演绎。哎呦，我就觉得，就这种距离，然后这种氛围感是特别的妙不可言。我和旁边的小飞侠姐妹就是怀揣着这种又激动，然后又兴奋又紧张，然后又跟着剧情跌宕起伏的这种情绪看完了上本，然后等到就是上本结束，灯光一亮，哎，我就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。然后旁边我一看旁边的姐妹，她也哭了，就是我们俩眼光都是湿润的。然后等到上半场结束，我们出剧院的时候，其实场外已经布了很多花了，然后有一个小细节特别逗，就不知道人群里谁说了一句，说肖战好像出来了，就是站在那个就是琴台的那个剧院的外面。就现在听的好像有点荒谬啊，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，然后也想跑过去看一眼，然后好多姐妹就过去，然后结果什么都没看到。我现在跟咱们姐妹们分享这一幕一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哪怕说是再过10年、20年，当时的感觉、当时的情景也都是历历在目。我觉得那种感觉可以堪称我的人生记忆点了。我不怕姐妹们笑话，我是凌晨的航班回了上海，然后从机场回家的路上，突然间听了一首歌，估计是应景嘛，然后我就哭了，那个眼泪啊，就是止不住的流，就觉得哎呀，就是自己当时也算是30加了，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是凌晨的航班去的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就这样不远千里，然后去见到肖战，然后看到他在台上发光发热，哎呀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，就是作为粉丝来说，就觉得又骄傲又自豪。然后我有一部分也是为我自己骄傲自豪，我就觉得，像是那个时候因为生活呀、工作呀，感觉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这种喘息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在看他话剧，就在演5号病人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他的故事，跟着他的人生，高兴的时候高兴，然后悲伤的时候悲伤。哎呦，然后我就看着那个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又离他这么近，哎呦，我就觉得那种情绪啊就特别的复杂。然后就包括说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就是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就是每当提起这个人，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好像这个人在咱们心里面，只要一提起来就会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。我相信咱们小飞侠，咱们姐妹们都能明白，对吧？然后我觉得更感动的是，等到第2天花海出来的时候，工作室不是也发了一条这个微博，特别的温暖，然后又特别的正能量。然后咱们小飞侠的举动和回应，让我更加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美好，真的是特别的
就是让人觉得感动吧，就是他们在深夜，然后把这些花篮拆解，然后包装，然后垃圾分类，然后把好的花束，然后分发，又特别热情、特别积极的分发给这个英雄城市的人们和观众们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种举动真的是，我每次提起来，或者是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，我都为有这样的同担、这样的小飞侠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而且当时肖战也特别积极的回应了这一份温暖，然后他发了这朵玫瑰花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就是没有比这个再美好的了，对吧，姐妹们？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全程热恋。